调皮老爸旅游去，在冰凉的溪流上跳跃，出发喽！早安，我是调皮老爸。森林的气味有种安定的力量。今天来到了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位于屏东县狮子乡，一个位于南回公路上的景点。沿途步道平坦好走，摸摸冰凉的溪流，在溪流上跳来跳去，欣赏壮观的瀑布。如果还有体力，有一个很多阶梯的登山步道，在上面可以看到更辽阔的美景哦。我们一大早就从高雄出发，一路往南行驶。第一站先来去吃早餐，这里是广惠宫，位于屏东县佳冬乡，这里很适合当做旅途的休息站，有便利商店，还有很多早餐店跟小吃店，还可以在广惠宫使用洗手间。这间小餐车早点主要是卖粉浆蛋饼，饼皮外面煎得很脆，也很有弹性，饮料也不会太甜，还有小朋友最爱吃的银丝卷，加炼乳的银丝卷最好吃的。在前往南回公路的路上，一定会经过芳山乡，沿着台一线平峨公路，看到右边是美丽的海景，代表我们来到了芳山乡。经过美丽的沙滩，如果没有下来走走，是不是有点可惜呢？现在带你们来一个玩沙的秘境，在芳山游戏区停满了车辆，找不到车位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往前开1公里，来到了山海得天宫。这里有停车位，可以下去踩踩沙滩，还有洗手台可以洗手。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最喜欢这样没有人打扰的感觉。哦，很棒！你有捡到贝壳啊？还是石头很漂亮哎。往双流游乐区跟往台东是一样的方向，都要先走过一段南回公路，在台一线平峨公路看到前往台九线台东的指标，就要照着这个指标进入南回公路。看到路边停满了车辆，代表我们快到双流游乐区了。这里有间便利商店，我们在这里右转，再往上开一段路就会看到售票口了。这边先提醒一下，园区里面没有卖吃的，游客中心只有卖泡面跟饮料的贩卖机。如果担心肚子饿，建议在上南回公路之前就先把粮食买好，因为入口处这家便利商店人实在太多了。来到了售票口，我们将车靠右边停，先在这里买票入园。可能是因为双十连假的关系，今天算我们大人半票，一个人50元，3到6岁的小朋友10元，停车费50元。我们抵达的时候是早上11点，第一停车场已经停满了，我们就停在稍微远一点的第二停车场。在售票口跟游客中心都有登山杖可以租借。虽然园区的步道大部分都是平坦的路，但接近瀑布的最后1公里会有一些阶梯，如果有拿着登山杖，这段阶梯会比较好走。在正式进入步道前，停车场周围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溪流。你看，那里啊，那可以坐在那个石头上啊。那边比较浅。这里的水深不会很深，下午回程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这里玩水呢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石牌，除了在这里拍照留念，这里同时也是整个步道的起点。从这里穿过双流桥，就会抵达游客中心。从这里走阶梯上去，就会通往帽子山。我们从石牌这里继续往前，朝双流瀑布前进。要前往瀑布，有3条步道可以选择：白龙步道、瀑布步道、沿山步道。我们今天走的是比较平坦也最好走的瀑布步道，全长3190公尺。沿山步道是跟瀑布步道平行，全长2160公尺。沿山步道的特殊景点是沿山吊桥，在瀑布步道500公尺处就可以衔接沿山步道，上去就会马上看到吊桥了。沿山步道走完后，又会继续接回瀑布步道。我们这次选择瀑布步道，除了平坦好走，沿路上有厕所、有休息的地方，更棒的是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。步道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小溪流，这里的水很清澈、很冰凉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一趟就要走3公里，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有点吃力，因此我就让小女儿在这里玩水，接下来就由大女儿跟我一起完成这趟旅程。好冰啊，好舒服哦！
走了400公尺，来到了阳光草坪，同时也来到了第一个休息的凉亭。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壮观的双流溪防沙坝。再往前几步，来到了通往盐山步道的岔路。如果想看看盐山吊桥，就从这里上去。现在距离双流瀑布还有2610公尺，我们继续往前进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园区最特别的景点——跳石过溪。如果遇上了枯水期，这里的道路就可以直接走过去，不用踩在一颗一颗的石头上。刚好前几天有下雨，今天的水量很充沛，就可以来体验在溪流上跳跃的感觉。这里的水一样很清澈、很冰凉，好多人在这里泡脚玩水呢。夏天很适合来这里玩呢。跳石过溪总共有2条路哦，我觉得在第2条跳溪时拍的照片比较好看，可以用远方的高山当背景。穿过第2个跳溪时，我们来到了森林教室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厕所，厕所维持得很干净，还有饮水机可以装水。森林教室把整个森林当作教室，这里有桌椅可以休息，导览人员也会在这里解说园区里的动植物生态。瀑布吗？小瀑布。冰的耶！呼呼！这样会不会感冒啊？因为很棒哦，已经走到 1.25K 了。过了 1.25K， 这里还有一些桌椅可以休息。选择瀑布步道的好处就是，沿途有很多地方可以乘凉休息。来到了 1.75K， 这里的防沙坝也很壮观。走在桥上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四周群山环抱。我们来到了大凉亭，这里有一个洗手台，一直都有源源不绝的山泉水涌出，用冰凉的山泉水洗脸，精神又回来了。2楼有个观景台，我们来上去看看吧。从大凉亭到双流瀑布只剩最后的1公里，需要上厕所或装饮用水，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。没关系，慢慢走。最后的1公里虽然看起来很短，但沿途会出现一些阶梯。小朋友在走这段路时，有时会出现放弃的念头。我一边休息，一边鼓励他，帮他加油。就算步伐慢也没关系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总会走到终点。OK，good job。2.75K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这路好窄啊。因为等一下，我刚才超车，这路太小了。因为有没有听到瀑布声？我们离瀑布越来越近了。我不要再爬了，我要在这里看。因为加油！前面有椅子，不然你坐在前面好了。我们来到了彩虹桥，你有没有听到洪亮的水流声？现在我们距离双流瀑布剩最后100公尺。大女儿能走到这里，我真的觉得她很厉害。你累的时候跟我走。现在是谁不走路啊？啊？谁呆呆皮？
那我来自己走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下山后，我们走到游客中心休息，因为我没有带食物，就在游客中心买了泡面吃。游客中心有一些展览，还有卖一些纪念品。小朋友跟老婆在这里休息。我想带各位看另一个美景——帽子山。帽子山步道全长2850公尺，阶梯很多，坡度也很陡。可能因为刚走完瀑布步道吧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，觉得脚很酸，呼吸很喘。原本打算用跑的上山，但最后还是花费了1个小时才攻顶。这样沿途走上来都没有看到半个人，路上蛮多蜘蛛网，感觉没什么人在走。这里也蛮常遇到蜜蜂，各位在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但也不用担心会走错路。沿途上都会有里程木桩，每走250公尺就会有一个木桩，路线也很单纯，就是原路来回。来到了山顶，终于看到人类了。这里的展望很辽阔，想不到屏东的山原来这么美丽。之前来屏东都是往海边走，这次来到了高山上，风景一样令人流连忘返。晚餐我们来吃一家好吃的家常菜——金马饭店富妈妈家常菜，位于屏东县芳山乡光复74号。在餐厅的旁边有一个大空地，非常好停车。这间餐厅没有菜单，老板指着冰箱里的食材，想吃什么就直接跟老板点。这里的餐点都很美味，像花枝很有弹性，很软嫩，味道也很鲜甜。蚵仔很大颗，肉汁很饱满，龙须菜很清脆，每一道菜的分量都很多，吃得很满足。我们这样点4道菜加1碗汤，还有4碗白饭，总共1200元，价格也算可以接受，不会太贵。推荐大家来这里用餐。今天带各位走的是平易近人的瀑布步道，如果各位体力还够的话，可以再尝试走走帽子山步道，但要有心理准备，帽子山步道的阶梯真的很多，但上面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下一集我们要去屏东县最高的部落，导游将带领我们认识鲁凯族的文化，以及品尝当地的美食。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！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